各位寓家人们，如果你看过镰仓店的13人或者太平记，是不是被里面幕府的各种议职系统搞得晕头转向？这次我们来搞懂镰仓室町幕府的议职系统。公元1185年，源赖朝在镰仓建立幕府，标志着日本正式进入武家统治时代。朝廷的官位和秩序为将军提供了分封土地的法理源权，将军则通过御恩确认武士对原有领地的占有权或赏赐新领地，而武士则以奉公即在战时自备武器粮饷为将军效死沙场。为了维持这套脆弱的封建契约，镰仓幕府在中央与地方设立了极具效率的垂直议职机构。镰仓幕府在全国各令治国设立了2个最为基础的职位，这是武士阶层彻底夺取土地控制权的钢刀。其一为守护，守护是由幕府派驻到各国的军事与治安长官，相当于一国的军区司令。他们最初只拥有大犯3个条的有限执法权，即纠捕谋反者、杀人犯，以及催促御家人履行京都大翻译等军役进行军事防御。请注意，守护是幕府的议职，而国守是朝廷授予的行政职务，请注意分辨。其二为地头，派驻到全国各庄园、公领中的基层土地监察与税收官。地头负责征收军饷和日常年贡，并拥有司法裁判的执行权。在实际运行中，地头频繁利用手中的司法权和武装力量，强行蚕食京都贵族和寺院的庄园。他们将收上来的税赋节流，将平民强行收为自己的私兵。正是地头这一层级的不断膨胀，为日后割据一方的地方武士及国人众提供了最早的经济与军事温床。源氏将军在传了3代之后便宣告断绝，幕府的实权落到了外戚北条氏手中。为了实现寄生式的集权统治，北条氏在中央设立了2个独特的权力中枢。首先是职权，职权是幕府政务的最高首脑，名义上是将军的辅佐者，实际上是幕府的最高独裁者。该职位由北条家督世袭，负责签署幕府的所有核心行政与土地裁判命令。其次是联署，即职权的副手和共同签署人。为了防止北条家族内部因权力过大而产生内斗，职权发布的重要法律文书和判决通常需要联署的附属签名方能生效。联署制度构成了对职权权力的重要制衡。该职位通常由北条一门的分支首脑担任，起到了内部权力制衡与利益均摊的作用。在职权之下设有3大核心事务部门，是所掌管全国御家人的军务统辖、军事动员以及镰仓的日常治安。其最高长官称为士所别当。1213年和田合战后，北条义时消灭士所别当和田义盛，兼任正所、士所2别当，从而集文武大权于一身，奠定了北条氏专制的基础。此后，士所别当一职常由北条氏实力者担任，实际负责日常运转的则是所司。正所负责幕府的财政预算、岁入岁出、民政管理以及文书档案的保管。其最高长官为正所别当。问住所负责幕府诉讼案件的审理、户籍和土地文书的记录保管，相当于最高法院与国家档案馆。其长官为问住所执事。需要注意的是，到了室町时代，问住所原有的裁判大权已被尹复方等机构剥离，仅保留文书保存与诉讼登记等事务性职能。当时武士阶层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土地。在镰仓幕府的中后期，随着土地兼并与继承纠纷日益剧烈，传统的个人审判极易引发御家人的武装火并。为此，北条氏设立了常设的合议机构，一个是评定众，由10到15名幕府普代重臣、法律学者构成的最高决策会议，他们协助职权审议国家大事，并对重大的土地纠纷做出最终裁决。还有一个是尹复众，为了应付堆积如山的土地诉讼而专门设立的初审和专业审判法庭。尹复众负责对土地纠纷进行实质调查，撰写审查报告，并将其提交给评定众进行最终判决。正是由于尹复众和评定众能够提供在当时相对公平高效的土地司法保护，全日本的武士才愿意臣服于镰仓幕府。一旦这一套系统的信用破产，御家人在无法通过法律途径保全土地时，
就会毫不犹豫地掀翻幕府。成九3年后，鸟羽天皇发动成九之乱，试图消灭幕府，但被北条氏的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为了盯着蠢蠢欲动的京都朝廷和西国大名，幕府在京都设立了六波罗探题。该机构常设2名负责人，称为北方和南方，均由北条一门的实力派成员担任。六波罗探题不仅负责京都的警备、朝廷的监视，更拥有对尾张国以西的日本所有军事、司法与行政的最终裁决权，是幕府在西国的派出军政府。除了内陆的令制国，镰仓幕府对东北边疆与九州前线设立了专门的区域统治机构。澳洲核战消灭澳洲藤原氏后，幕府为了统辖陆奥与出羽的御家人，设立了澳洲总奉行，负责东北边疆的治安与军役动员。为了管理日本本州最北端及虾夷地的贸易与夷狄事务，幕府任命北方豪族金清安藤氏任虾夷沙太直，负责渡岛半岛的安抚与开拓，构成了幕府在最北端的统治触角。而元寇袭来之后，为了应对严峻的海防威胁，统一指挥九州的御家人，幕府于文勇弘安之役后的1293年，将原本的镇西奉行升级为镇西探题。镇西探题由北条氏一门重臣亲自坐镇博多，集九州9国的军事、行政与裁判大权于一身。公元1336年，足利尊氏在京都设立武家政权。1338年正式就任征夷大将军，室町幕府由此建立。与镰仓幕府那种建立在北条一门绝对专制基础上的体制不同，室町幕府本质上是一个由多个强力地方守护大名共同参股的合伙制政权。足利将军并非绝对的独裁者，其核心决策层由门阀3管4职构成。管领是室町幕府日常政务的最高首脑，地位相当于宰相。管领拥有签署幕府命令的权利，在将军年幼或缺位时代理政务。根据幕府法度，管领一职只能由足利氏的3个一门同族之系世袭轮流担任。这3个家族被称为3管领，分别是领地主要在近畿和四国，是3管领中实力最强、地缘位置最核心的细川氏。领地在尾张、越前等地早期实力极强，后在战国中期走向衰落的斯波氏。领地在河内、纪伊、能登等地因内部争夺家督，爆发了导致战国时代开端的应人之乱的田山氏。室町幕府建都于京都，其治所的职责从镰仓时代的管理御家人异化为了专门掌管京都的刑事审判、市政警备以及商税征收。治所的最高长官称为治所头人或所司，该职位由幕府指定的4个世袭名门轮流担任，被称为4职。一为波摩美作的世袭守护赤松氏，曾因刺杀第6代将军足利义教而一度遭到灭门。2为领地在丹后、若狭等地的夷色氏。3为出云、隐岐的世袭守护，北近江前景家的旧主金吉氏。4为实力庞大，领地曾遍布11国，号称1/6殿的山明氏。在中央政务的运转中，管领偏向于行政与外交，而治所、所司则掌控军事与司法，两者相互制衡，构成了室町中央权力的底座。室町幕府为了统治京都以外的偏远地区，其继承了镰仓的守护制度，设立了数个拥有极大自治权的区域分部，但给予了守护更加庞大的法定特权，包括使节入部权和义田郎吉处置权。这些分部在战国时代无一例外地演变成了割据一方的火药桶。在实际运行中，守护通过侵吞庄园、擅自征收税赋，将地方国人众收为家臣，逐步将守护这一临时职务演变成了对该地区拥有绝对主权的世袭守护大名。由于守护大名长期滞留在京都参与幕府政争，他们往往派遣自己的得力家臣前往领国代行职权，这一职位被称为守护代。在战国中晚期，那些留在领国手握兵权的守护代成为了下课上的最积极参与者。越后的长尾景虎，其家族最初便是越后守护上山氏的守护代。为了管理桀骜不驯的关东8国，室町幕府在镰仓设立了镰仓府。镰仓府的最高首脑叫关东公方，
由足利尊氏的次子足利基氏的后裔世袭。因长期与京都的将军本家处于半敌对半割据状态，后分裂为古河公方、小宫公方等地方割据政权。辅佐关东公方的最高行政长官即为关东管领，由上山氏世袭。在战国中期，山内上山县政遭到新兴霸主北条氏康的毁灭性打击，流亡越后。为了夺回关东的法理主权，上山县政在鹤冈八幡宫前将关东管领的职衔与上山的姓氏一同赠予了越后的长尾景虎。这就是为什么上杉谦信此后顶着关东管领的头衔，先后12次翻越三国山脉入侵关东。他是在代表幕府合法讨伐北条氏康这个破坏关东秩序的非法篡夺者。很多观众会问，既然地方大名那么强，士丁将军凭什么能下达军令？答案就是将军手里掌握的直辖底牌奉公众和奉行众。奉公众是第3代将军足利义满建立的将军直辖禁卫军。奉公众分为1藩到5藩，共5组，由近畿及周边拥有1村或数村领地的中下层武士组成，总兵力约3000至5000精锐骑兵。这支直辖军是将军号令天下的物理底气。在1493年明印之变后，随着奉公众被各大名分化歼灭，将军彻底沦为傀儡。奉行众是幕府的专业文官官僚团队，如范尾氏、太田氏、二宫氏等世袭行政世家。他们负责起草幕府公文，整理地权诉讼、初审、核算、财政，是幕府真正的行政流水线。还有身次众，就是将军的贴身侍从与信息中枢，负责传递奏折，安排地方大名夜见将军。在远离京都、交通不便的边疆，幕府设立了3个拥有绝对军政大权的区域总督，统称为探提。澳洲探提负责监视东北地方，禹州探提负责管理出羽地方，九州探提负责镇守九州。对于地方大名而言，获得探提或守护的职衔，就意味着拿到了对周边弱小武士进行兼并和收税的合法行政执照。永禄11年，织田信长成功护送将军足利义昭入京。大喜过望的义昭为了拉拢信长，开出了极其诱人的条件，允许信长担任管领，或者作为义昭的养子出任副将军。然而信长毫不犹豫地全部拒绝了。信长拒绝管领，既是因为管领受限于3管领门阀家格与合议传统，更是因为他不想被体制化的5家一职束缚手脚，不愿意在一个即将破产的公司里当一个处处受限的总经理。他通过5个条条书等手段直接掌控幕府实权，同时借助朝廷授予的官职发号施令，绕开了室町幕府的意志体系。从镰仓幕府的职权联署到室町幕府的3管4职、5家一职系统的演变，是一部日本从地方豪族自治走向中央绝对集权的反叛与驯化史。室町大名们把一职当成割据一方合法火并的保护伞，最终导致了幕府在烈火中坍塌。如果是你穿越到那个血雨腥风的日本战国，你会选择像上杉谦信那样拼死继承一个象征旧时代法理的关东管领虚名来号令诸侯，还是会像织田信长一样彻底砸烂幕府的破烂牌桌，自己去创立一套不受任何规矩束缚的全新秩序？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选择。我是天下不图，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关注，我们下期接着聊。